在2025年的9月20号，我得到拆车厂的来电，他刚清出来一台 BMW。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天已经傍黑，这车挺惨的，排气管子丢档，后轮不见了，车上面有大量的黄泥，车把也是撅了起来，风挡干得稀碎。但是这车便宜啊，我一共用了不到2000块钱给他拉了回来。我觉得咱俩这次给他再修好，还卖给你班同学，最少咱俩都能挣个5位数。但是这车呀老惨了，前面的减震都撞得抽芯了，整不出的弹簧就是搁外面虚虚的，大灯里面灌满了水，而且还长了绿毛，看来它停的时间不能短了。但是从发动机外观来看还是挺干净的，犄角旮旯，但是有很多的烂泥。现在只要它这个发动机没有问题，咱俩就有能力给其他的地方全部修好。车屁股上面有更多的烂泥，而且很硬，有种像3根底下黄土的感觉。并且我还发现车上携带的维修手册是2009年的宝马 F800 旅行车，但这上面写的是鸟文，我看得不太懂。前轮更是可怜，只剩这根刹车管连着，没有这根管，我估计前轮也得丢。另一根刹车管也是生呲拉的硬断开的，真惨呀！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再次动用我的狗伎俩，加快拆解全车的进度。这车怎么给我感觉有点像一台水炮车，或者是掉进烂泥汤里似的。古希腊著名的诗人马大壮曾经说过，人一旦有了怀疑的种子，一定会拆开这个边盖去验证它里面的种子发没发芽。现在越来越怀疑这车不是一台水炮车，就是这车掉水里。如果真是这样，咱俩这车就赔拉拉了。我薅下车顶的废气管，这嘎里面没有水渍，可能是胶圈给它隔绝了吧。然后又拽下它的空气滤芯，果不其然，发动机的顶部有冲击泥沙，但是它的节气门是关闭的，而且还挺干净。我又抽出它的机油尺，没有进水的迹象，这样我基本就可以断定这台发动机没有进去水。但是我从机油尺上也没有量到机油呀。不过单从发动机的外观来看，这车我觉得它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毛病。现在我觉得这车最大的问题就是车上烂泥太多了，我怕线路也进水氧化。但只要这2块电脑板它没有问题，其他有点小毛病啥的，对咱俩来说都算是个小咖了。这个就是它电脑板的内部，里面干干净净，它的防水做的特别的棒。然后我又拽下另一块板子的插头，里面的针脚非常的好，没有任何氧化的迹象，插头也非常的干净，只不过它的外表有些许的烂泥。这些插头里面都没有进水的迹象，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在每个插头上面都做了一个防水的胶圈，德国的工艺还是挺牛的呀。我继续拆下它的高压线圈，但是它的线圈里面嘎嘎的干净。我顺手拆下它的滑塞，我又顺着滑塞的眼儿给它呲了点 WD-40，防止它拉杆。我又给它外接了一块电瓶，我准备直连它的启动机，看看发动机的内部还能不能正常的运转。昨天咱俩用外接电瓶确认了这个发动机还可以动起来，今天咱俩就来搞一下它的线路。但是这车没有钥匙，我用自学的2把刀的技术
白费，这锁我扣不开它。确认了这个锁不在我的业务范围内，但是也没有关系，你可别忘了，咱俩有股伎俩呀，我可以直接短接他的电线。虽然现在已经接通了电源，喇叭也响了，但是启动按钮没反应，它应该是钥匙这嘎有防盗的功能，导致它现在这个启动按钮不好用。有些摩托车从这嘎给它串个电阻，它就能跳过防盗，也不知道这车行不行，咱俩给它试一下。我要用最小的成本先启动这台发动机再说。咦，我操，这怎么事儿？操！我操，不是我电脑烧了吧？啊！刚才也不知道怎么事儿，哗一下就冒了大烟，我以为是他的电脑烧了，但是摸它的外壳不烫，应该不是电脑的问题。但是这嘎却有很浓的虎豹味儿。果不其然，我在调节器的下面发现了这个卡头，它是连接这车的外接电源，类似点烟器的东西，是它短路造成的冒烟，小卡拉密问题而已，掐断咱俩就可以继续了。我又插上了它的活塞，这嘎有高压电蹦出来，这嘎已经来电，说明全车的线路已经没有问题，而且这个发动机我有80%的把握确认它也是好的。现在咱俩可以增加点投资，给这车的烂泥做个彻底的清理。这是零下78度的干冰，我就是用它给车上这些蹬硬的烂泥彻底的打掉。你一定要相信我的鸡贼，我可以从菜市场一堆的破烂发现这台车。我这儿干冰卖6元1公斤，我一共是30公斤，给它洗得彻底的干净。这样再看这台车还是有价值去修复的。现在咱俩可以来搞一下它的油路，当然干冰清洗的时候还要注意安全，不然你的爪会像我的手一样打上这么些的小伤口。现在咱俩要清理一下它的油路了。拆下这个油泵，油箱里面有很多的杂质，我得先给它抽出来清洗一下。这东北的汽油难道是真不行了吗？时间长了都没有你家那边的味儿浓啊！呸！我又犯了穷仔细的病，我借着这点油给汽油泵做了彻底的清洗，并且我又给它通电做了测试，这个泵是完好的。但只是现在，我操！大哥，灭火器，快！灭火器！这是他的泵，哎，我兜头给他整着了，然后就这么情况，其他的还挺好，就是这屋里车没事儿。我也没事，就是这屋烟有点大，咱俩出去看看这个泵你能不能用。这个活爹呀，本来它都是完好的，我非得煎一下，通电试它的好坏。现在彻底完犊子了，我也只能先给它清理一下，救复用一下，等确认发动机没有问题，我再想办法掏这个泵吧。我简单修了一下这个泵，除了油表的功能是坏的，其他都是正常的。咱俩火速的装车，先确认这个发动机是完好的再说。现在油也加了，电也通了，可以尝试启动了。祝我好运，这车都给我整得有点害怕了。哎呦！
这个油泵还行，没给咱俩耽误事儿。而且这车现在已经有想启动的情况，咱俩可以再增加点投资，给它换换机油。加上了机油，安上了空气滤芯儿，对上这个插头，这车就满足了造车的所有的条件。现在我要再次启动它，祝咱俩好运。我再给你分享个好消息，这个发动机下面露个大眼的，黄黄猛猛漏油，也不知道这里面情况怎么样。我说咱俩刚开始量机油的时候没有够到油呢。这个活爹呀，他真是驴拉马不拉。刚开始我也没发现这嘎有个大洞呀，但也好在它里面的线圈没有磕到，这个洞我轻松就可以补上，但你要戴好墨镜。浪费了我一点时间，这个洞轻松遗憾。我还在这个盖的内部发现这台德系的车，生产地是奥地利。这还没怎么地呢，机油我又加了一头，希望他这次再别跟咱俩成毛搂子了。现在我要再次的启动这台发动机，祝咱俩好运。我就说咱俩买这车值了吧？现在我该动用我的改车宝典去寻找其他的配件了。最先回来的是这对原装的彩车前减震，价格不菲。后轮是我在彩车厂扒到它原来的，回家我又给它单独换了条轮胎。这条车壳的是来自捷石，价格惊人。但是油漆做的是真亮啊！这个风挡还有反光镜是咱祖国版的，但是买它的价格不是很友好。再装上这个彩车的做量的，这台 BMW F800 ST 就算是修复完毕。走，咱俩现在出发试车。这次这台不到2000元买的 BMW F800 旅行车就算是修复完毕，它的操控镜真的不是盖的。谢谢你的帮忙，祝你身体健康发财。我去联系你班同学来看车了啊，你可得少说话。